近日，一名被乌军俘虏的俄军网红少校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因为该少校手中掌握了赫尔松地区俄军的大部分情报。随着他被俘，俄军赫尔松的真实情况也逐渐浮上水面了。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最近2周，随着乌克兰东部战局的持续紧张，为了进一步扩大优势，乌军便在第聂伯河战线上展开了一系列的秘密渗透行动，期间表现出了优秀的战术决策和执行能力。在8月8号，根据美国 ISW 研究所的报道，当天乌军曾出动多达7艘冲锋舟艇，每艇搭载约有6到7人，登陆位于赫尔松东岸的克扎奇拉杰里地区。成功登陆后呢，乌军随即对该区域进行了渗透和侦察，并对俄军防线进行了突破。据悉，推进纵深达800米。经过这次事件后呢，有俄国博主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现上述事件的原因是承担该地防守任务的俄空降兵某部被调遣到了扎波罗热方向，而接手防御该地的是一支未经动员的俄军部队。而有意思的是，赫尔松俄控区负责人弗拉基米尔·萨尔多在社交媒体称，乌军反攻已经被击溃，失守阵地已经被重新夺回。但是他的说法很快就被打脸了，因为在8月9号，社交媒体上出现了2段视频。至于视频中的主角，正是乌军在这次反攻行动中俘虏的俄军第1822营指挥官托莫夫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少校。原来乌军在进行侦察时，托莫夫正在率领部下在克扎奇拉杰里活动，于是便遭到了乌军的伏击。事后经过调查确认呢，托莫夫与其率领的25名侦察兵中，包括3名军官，不是丧生就是被俘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位少校呢，此前曾多次发布审问乌军俘虏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其亲自投身前线战斗，因此在俄军中积累了不少的声望。但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这次终于被乌军逮到了，也算是意外之喜。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托莫夫在第一段长达14分钟的视频中，首先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歉意，并声称他所率领的第1822营目前内部士气低落，损失惨重。截至8月6号，该部队已经损失超过25%。最后，托莫夫还呼吁俄军士兵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向乌军投降，以及开始恢复我国的秩序，就像普里戈金那样。好家伙，这是在鼓励俄正规军兵变呀！更离谱的是，在另一段视频中，托莫夫竟然在一张作战地图面前，手里拿着标图铅笔开始绘制作业。据称，这是正在给乌军标明赫尔松左岸俄军阵地的布防情况。联想到托莫夫所在的第1822营一直负责战场侦察、关通等任务，也就是说，他对于此地俄军的部署一定是非常熟悉的。这次泄露给乌军，必然会对赫尔松左岸的俄军造成极大不利影响。届时，乌军可以轻易绕过俄军防线，插入俄军后方。不过奇怪的是，2段视频中托莫夫相差较大。比如第一段视频中的托莫夫头部身形显得较为消瘦，而第2段视频中的托莫夫则显得有些发福。看来乌军的伙食要比俄军好很多呀。另外，乌军选择在此时公开这一消息呢，必然带有一定的心理战意味。毕竟托莫夫作为俄军中的网红少校，其身份呢有着不小的名气。这次随着他被俘虏，并且迅速投靠乌军，必然会极大的打击该区域俄军的士气。再加上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俄军中早就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抵触与反抗情绪。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延长，以及托莫夫作为榜样，这群具有抵触情绪的士兵在踏上战场后，厌战、投敌等行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这也是俄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些在大兵看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核心在于托莫夫透露出的第1822营目前伤亡已经超过了25%，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了。上面大兵之所以会说伤亡25%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原因在于它非常接近30%的阈值。现在我们网上经常见到的一种说法是一支部队伤亡30%就会失去战斗力。这种说法呢，在大家讨论战史的时候也经常引用。不过由于具体深入的讨论并没有多少，因此很多时候将这个数据随便乱套，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也会给大家造成一些误解。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某某部队伤亡过半，
仅剩若干人还在继续战斗的例子。那既然这样的话，30%这个说法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其实不然，这个数据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但要看具体的应用情况。首先，我们常说的30%伤亡这个比例，在不同级别的单位中，这个数据所代表的意义也是不同的。以最小的一个步兵班来说，10人左右的规模，在伤亡3人之后，那肯定还是能继续战斗的呀，这个就不用大兵多说了。甚至说步兵班在伤亡7、8成之后，剩下的几人继续战斗也是常态。如果再将换成一个步兵连来说，100多号人伤亡30%，这种情况在战斗中也很常见。虽然30%必然会对战斗力造成不小的损伤，但步兵连依然具备着不俗的战力。但是如果我们再将部队的级别换成一个师、一个集团军的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以一个1万人编制的步兵师为例，伤亡30%就是3000人。虽然看起来比例并不是很高，但大家需要知道的是，部队的编制级别越高，技术兵和勤务支援力量的比例也就越高。而真的是在战场上最先伤亡的，一般都是一线战斗步兵。如果这样看起来比例不大的伤亡，就会集中在大部分步兵部队当中，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了。以这个1万人的步兵师为例，假如其师部及直属队的人数相当于一个团，另外下属3个步兵团，平均每个团兵力是2500人的话，将伤亡的30%集中到步兵团这边，那么意味着每个团平均伤亡高达1000人，这占2500人的比例就是40%，已经超过30%的阈值了。另外，各位需要知道的是，每个步兵团中呢，也并非都是一线战斗步兵。在编制齐全的步兵团中呢，团部及直属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营，营部及营属机炮连的兵力也不少。这样的话，再试想将一个团1000人的伤亡大都集中到9个步兵连头上，那么每个连的伤亡比例该有多大呢？一个连伤亡30%，那么连队还有相当战斗力。可是如果伤亡大半呢？个别连伤亡大半对整个团的战斗力影响不大，可如果所有连队都伤亡大半，那对整个团的战力影响可就太大了。换句话说，对一个1万人编制的步兵师来说，他在战斗中伤亡了30%的人员看似不多，但实际上这个数据的背后呢，却是一线步兵连全都伤亡过半了。虽然说伤亡过半之后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直接为0，但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这样的伤亡程度的师最好是要后撤整补，以便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战斗力，不然只会越打越难打。那么如果战事紧急不能休整，在得不到持续补充兵员的情况下，又必须进行战斗，该怎么办呢？面对这种情况，有2种解决办法。其一，从师团直属机关中抽调人员补充步兵连队，尽可能的恢复一部分的连队战斗力。其二，合并战斗单位建制，目的呢仍然是让步兵连队的兵力得到充实。通过这种调整的话，部队依然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但请注意，这种调整呢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战斗力必然会下降。整体战斗力的下降自然不用说，毕竟少了1半左右的战斗兵员，而就充实后的步兵连而言，其战斗力之所以会下降，原因在于从师团直属机关中抽调的人员，警卫分队还好，大多数都是勤务人员和技术兵，去干一线战斗步兵的活自然不是很在行。另外，无论是这种补充还是步兵连合并建制，其实都面临一个相互不熟悉的情况，这也会极大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这样经过调整后的部队，如果再产生了较大伤亡，就会对部队的战斗力产生伤筋动骨般的影响。一方面呢，由于步兵伤亡过大，有的班排可能战斗骨干全都损失掉了；另一方面呢，技术兵等不得已补充到步兵连队伤亡后，是不太好培养和补充的。那么战斗结束后，这样的部队想要再恢复战斗力，过程就会非常艰难，而且恢复战力的周期也会更长。如果再惨烈一些，甚至会出现撤销部队编制的情况。看完上面这些，再联想到俄军第1822营超过25%的伤亡数据，如果这种情况呢只是出现在该营还好，而如果赫尔松左岸俄军现今都是这个伤亡数据的话，那就很难继续长时间坚守了。要大兵看来，这是很有可能的。原因在于近期乌东战局持续升温，而战线的关键地点呢就在赫尔松地区。该区域不仅是俄军拱卫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防线，还是连接陆地与敖德萨的唯一通道。
但近期的局势表明，俄军对赫尔松地区的防备似乎出现了松懈，于是赫尔松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自然是乌军重点照顾的目标。虽然说敌人在要害地区示弱，往往伴随着危险的陷阱，同时乌军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潜在行动也引发了诸多担忧。但第聂伯河的自然天险，其河中央的沙洲却可能成为乌军的掩蔽物，为渡河提供有利条件。再加上预计秋季乌克兰降雨量减少，河水下降，河床显露，这将成为乌军发起渡河攻势的绝佳机会。届时利用渡河机会，可以一举摧毁俄军的防线，威胁到克里米亚。与此同时呢，似乎是为了反攻做准备，近期乌军正在以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为中心，向东西南3个方向推进，未来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此处的桥头堡。此外，有信息显示，位于科扎奇拉杰里的乌军部队目前也正在向切尔布尔达推进，显然乌军是正有意在此地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如果不是得知赫尔松左岸俄军伤亡过大，乌军是不可能贸然进行这些举措的。而除了在赫尔松地区的进攻行动外，乌军在其他战线也有了新的进展。首先，在大诺沃希尔卡区域，根据前线最新的消息显示，乌军继续在乌洛然涅方向保持进攻态势，对俄军前沿阵地发动试探性进攻。同时有消息称，扎维提涅利尼夫卡北线的阵地也遭到了乌军的猛烈炮击，而俄军呢，则是在依靠攻势进行防御作战，并未组织反击。至于普里尤特涅方向，乌军呢也开始组织试探性进攻了，目前双方仍在交火。然后呢是扎波罗热南线，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博罗季涅村中心地区的俄军在遭受乌军猛烈炮击后，已经后撤到了村南线的阵地，东侧的乌军继续向南推进，从侧翼炮击了俄军在博罗季涅的阵地。而维尔波维方向，乌军已经推进至该村西面不到1000米的位置，期间伴有小规模交火。新波克洛夫卡西北方向，乌军2支步兵编队在装甲车掩护下开始进攻俄军阵地了。紧接着，在巴赫穆特区域，目前只观察到有2个地点有交火，其中北侧的俄军在杜波沃瓦西里夫卡向巴赫丹尼夫卡的乌军阵地组织了一轮小规模进攻，已经被乌军所击退。南侧双方继续在克列谢耶夫卡来回争夺，战斗依然非常激烈。双方均动用了航空火力和重炮对轰，至于其他区域呢，则没有大规模交火。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库比扬斯克区域，目前俄军正在围绕着新基夫卡周边区域进攻乌军防线。从前线收到的消息，俄军这一轮的攻势比较凶猛，特别是在新基夫卡东侧和利维沙纳南侧，大概又推进了500到1000米左右，已经对新基夫卡形成了半包围模式，这算是俄军近期为数不多的进展。当然，目前新基夫卡还在乌军的控制中，为了守住该区域，乌军正在往这个方向调遣更多的预备队。另外有意思的是，在前几天曾有俄军媒体宣称，俄军在该区域推进了30多公里，但该消息已经被证明造假。毕竟，如果推进了30多公里，库比扬斯克早就被俄军占领了。要知道，现今俄乌战场每天推进1000米的距离都可以被视为重大突破了。这就是以上几日战线的发展了。总结而言，随着这次俄军少校的情报泄露，赫尔松左岸的俄军处境呢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利。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存在防线崩溃的危机。那么大家认为乌军之后会采取什么动作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